回应朝俄联盟，韩国欲出兵乌克兰，摧毁俄罗斯精神支柱，乌克兰空袭俄酿酒厂，完整豹2被俄军俘获，制造商称并不担心。老对手摒弃隔阂，应得全面建立防务关系。亲巴勒斯坦民团袭击 F-35工厂，澳大利亚斥资47亿购买防空导弹。10月22号首尔的消息，韩国正在积极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派遣军事情报人员，以回应朝鲜向俄罗斯派遣军队，支持其在乌克兰的战争。根据韩国政府消息人士的消息，此举旨在监控朝鲜军队的战术和作战能力，并对被俘虏的朝鲜人员进行审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负责人布达诺夫中将在10月22号向战区透露，预计第一批朝鲜军队将在10月23号抵达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部队的规模和装备方式。布达诺夫补充道，我们正在等待库尔斯克方向的第一批部队，目前尚不清楚他们将配备多少或者如何配备，我们几天后将会看到。据悉，朝鲜派遣至俄罗斯的部队规模可能超过12000人，其中包括精锐的特种作战部队。韩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召开紧急会议评估局势后表示，平壤的部署对韩国和国际社会构成重大安全威胁，并且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禁止与朝鲜进行军事合作的决议。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金泰孝表示，如果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非法军事合作继续下去，韩国将与国际社会合作，采取坚决的应对措施。韩国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韩国优先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而非致命性援助。但如果局势升级，韩国可能通过间接方式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韩国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张浩振在6月19号朝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初步制定后就表示，该协议促使韩国重新考虑其长期以来禁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政策。除此之外，韩国还正在考虑向乌克兰运送155毫米炮弹和未确定的防空系统。韩国是一个主要武器生产国，还可以提供进攻性武器，例如 K9 自行火炮、K2 主战坦克、多管火箭系统等。韩国总统尹锡悦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近期通话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吕特敦促韩国派遣代表团前往北约共享数据，并建议加强韩国、乌克兰和北约在国防工业和安全对话方面的合作，以应对朝鲜的行动。尹锡悦表示，韩国希望尽快加入北约的战场信息共享系统，以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协作能力。韩国国家情报局发布的一项最新评估显示，朝鲜派往俄罗斯的士兵目前是驻扎在远东的多个军事基地，这些部队预计在完成适应性训练后会立刻被部署到前线。此外，根据 RBC 乌克兰报道，朝鲜军队正在准备在乌克兰前线与俄罗斯军队一起发动军用气球攻势，以扰乱乌克兰防空系统或释放生化武器。据悉，已有40名朝鲜军官和50名俄罗斯官兵在库尔斯克州科穆托夫卡地区合作，培训如何使用军用气球。据新闻周刊报道，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派遣战斗机飞行员，可能是为了接受在俄罗斯提供给朝鲜的战斗机上的训练，或者是为了补充俄罗斯飞行员的短缺。朝鲜飞行员的训练涉及操作俄罗斯苏25攻击机，尽管这一过程存在语言障碍和其他挑战，但并非不可能。预计已经有数十名朝鲜飞行员参与了这一训练。韩国政府在龙山总统办公室召开紧急国家安全会议后表示，朝俄军事合作对韩国构成了重大威胁，韩国将根据局势发展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总统办公室高层相关人士表示，如果朝鲜再次大规模派兵，韩国不排除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的可能，以应对越过红线的威胁。该官员强调，我们将视情况逐步采取防御和进攻性措施，以确保国家安全。他补充道，朝鲜通过向俄罗斯提供兵力和军事支持，希望可能从俄罗斯获得尖端军事技术，包括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改进，这对韩国构成了直接威胁。
此外，韩国正在研究其他可能的应对方案，包括加强与美国和北约盟国的合作，以提升对朝鲜和俄罗斯军事合作的威慑力。韩国政府希望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密切协作，确保朝鲜的军事动作不会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这是俄乌战争开始的第972天，战火已经有逐渐向外蔓延的趋势。随着朝韩关系的逐渐紧张，朝鲜半岛是否会成为继乌克兰、中东以外下一个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地区？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在10月21号到22号夜间，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多个酿酒厂发动了一系列无人机袭击。据称，这些酿酒厂为俄罗斯军队生产补给品。图拉州州长德米特里·米利亚耶夫证实，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叶夫列莫夫和卢日洛夫斯基的酿酒厂。俄罗斯反对派媒体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损坏了叶夫列莫夫酿酒厂附近的内政部和联邦安全局的所在建筑。根据俄罗斯反对派和内部消息来源发布的镜头显示，叶夫列莫夫的酿酒厂、合成橡胶厂以及火力发电厂附近均发生了火灾，这些设施都位于酿酒厂周边。波坦夫州长马克西姆·叶格罗夫报告称，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拉斯科佐沃的一个公司，并引发了火灾。该公司主要是生产乙醇，对俄罗斯具有战略意义。在沃罗涅日州，州长亚历山大·古谢夫表示，俄罗斯军队成功压制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但无人机是坠毁在了一处未指明的工业设施，导致一个车间受损。乌克兰打击虚假信息中心的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指出，这些酒精工厂被俄罗斯用于生产军事所需要的燃料和炸药。这次乌克兰对俄罗斯酿酒厂的打击，其效果远远超过了打击寻常的炼油厂。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都曾被酒精所控制，就连普京也无能为力。虽然他能逼俄罗斯人上战场，却不能让俄罗斯人停止饮酒，只能下令在晚上11点到早上8点期间禁止销售酒精，以防止人们过度饮酒。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俄罗斯人对酒精的依赖似乎并未减少。战争和经济制裁可能导致商品短缺和物价上涨，酒作为一种奢侈品也受到了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报道称，俄罗斯人开始寻求在其他国家购买酒品，包括前往印度和其他东欧国家。由此可见，虽然损失了2家酿酒厂，无法动摇俄罗斯的根基，却足以影响当地的酒精销售。而长期酒精上瘾的俄罗斯人只能把怨气发泄在他们的政府上，这将持续对普京政府的声誉造成影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战线。近日，俄罗斯军队在库尔斯克州北部突出部有所推进。10月21号的地理定位图像显示，俄罗斯军队对谢普图霍夫卡南部的田野发起了2次排级别的机械化突击，但进展有限。在科列涅沃东南部，乌克兰军队发动反击，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尤其是在泽莱尼、什利亚赫、新伊万诺夫卡和刘比莫夫卡附近，乌军的防御显得更为顽强。乌克兰消息称，乌军首次在库尔斯克州使用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对新伊万诺夫卡附近的俄军目标进行打击，有效遏制了俄军的进攻势头。此外，库尔斯克州主要突出部以西的区域也爆发了激烈战斗，乌军表现出了积极的抵抗。据报道，俄罗斯第137空降团、第1434阿赫马特团以及第155海军步兵旅在刘比莫夫卡附近参与行动，但在乌军的顽强防守下，并未取得显著进展。库尔斯克州内其他区域也有战斗，但乌克兰军队始终保持着对俄军的有效牵制，尤其是在一些重要节点上遏制了俄军的推进。总体来看，虽然俄乌战场多处都在爆发战斗，但双方目前都没有进攻能力。在之前打得最火热的顿涅茨克地区，俄军也仅能进行小规模行动，想要短期内拿下红军村是基本不可能了。可以说，乌克兰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另外，根据大兵观察，俄罗斯也已经榨干了国内的军事力量，未来难以再发动大规模攻击。双方很有可能保持这种态势，维持到战争结束，战线不会再有大的进展。
最近有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将一辆缴获的乌克兰豹二 A6 坦克运往其腹地深处，以进行拆解和技术分析。目前尚不清楚这辆坦克的具体的俘获地点和时间。视频片段显示，这辆坦克在夜间通过平板卡车抵达了乌拉尔货车厂。该工厂是全球最大的坦克制造商之一，从二战以来已经生产了超过10万辆坦克。同时也负责制造俄罗斯最先进的 T90 和 T14。视频显示，在运输途中，工作人员揭开覆盖坦克的防水布后，豹二 A6 坦克的整体状态依然良好。坦克炮塔侧面安装了反无人机钢屏，俗称龙式装甲。这种附加装置已经成为乌克兰战场上的常见配置，目的是抵御自杀式无人机携带的弹药攻击。这些无人机往往会瞄准装甲车的薄弱点发动袭击。该工厂除了生产装甲车辆，还生产火车车厢，是俄罗斯最大的工业综合体之一。工厂建于二战期间，为了远离德国军队的进攻，当时它成为了俄罗斯重要的战时工业中心之一。如今，作为俄罗斯军工体系中的核心高端坦克制造商，拥有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被认为是拆解和分析这辆西方坦克的理想地点。俄罗斯媒体对豹二 A6 的缴获感到非常自豪，认为这可能会影响西方国家装甲车辆的出口前景。尽管豹二 A6 已经有20多年历史，但它依然被视为现代化主战坦克。相比俄罗斯的坦克，它在成员防护能力、火炮、火控系统、装甲以及动力系统等方面具有优势。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这些坦克来自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库存，可能配备了先进的系统，因此技术被俄方掌握的可能性引发了西方的担忧。豹二 A6 的制造商 KNDS 对此则表示并不担心，发言人并未明确这些坦克中是否包含了敏感技术。但他表示，尽管俄罗斯可能已经掌握了部分坦克技术信息，但理解和制造是两码事。就像即便拿到了 F-35的设计图，也造不出 F-35一样。此外，发言人强调，这些坦克的订单都是按照具体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制的，所谓的出口版本并不存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2月访问了乌拉尔货车厂，凸显了该工厂在俄罗斯军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目前，该工厂正在全天候运作，以增加对乌克兰战争的产量。2024年10月24号，德国和英国国防部长宣布，两国将于本周三签署3·1之家协议，旨在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能力。这一协议标志着自英国脱欧以来，两国防务合作的全面重启。3·1之家协议是英德两国在防务领域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它将为北约东翼的安全提供新的支持。从2020年英国正式退出欧盟以来，两国的防务关系缺乏结构性合作，而这次协议的签署将填补这一空白。两国将合作开发新的远程打击武器，以增强北约在欧洲大陆的威慑力。莱茵金属公司及子公司将开设新工厂，生产炮管，恢复英国10年前放弃的制造能力。同时，两国还将在空中、地面、海上和网络战等所有军事领域展开合作，包括空中支持、地面部队合作、海洋安全和网络安全，包括将在东欧增加联合训练，利用前沿位置开发新的战斗方式，合作开发新技术，保护北海的海底电缆和管道，抵御俄罗斯间谍活动，以及允许德国 P-8飞机在苏格兰洛西茅斯操作，保护北大西洋。双方还将开发新型无人机与战斗机协同作战，提升军事力量，同时为德国捐赠的海王直升机配备现代化导弹系统，以加强在基辅装甲支持联盟中的作用。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英德合作将提升两国的防御能力，并加强北约内部的欧洲支柱。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强调，3·1之家协议是英德关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对欧洲安全的重大加强。英德两国的合作项目对其他合作伙伴开放，旨在通过跨越空中、陆地、海洋和网络领域的项目，共同提高防御能力。未来，两国还将在支持乌克兰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为捐赠的直升机配备现代化导弹系统，并在相关联盟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一之家协议的签署不仅加强了英德两国的防务合作，也为北约东翼的安全提供了新的保障。随着协议的实施，两国将在多个领域展开深入合作，共同应对潜在的安全挑战。近日，巴勒斯坦行动活动人士再次将目标对准了位于威勒尔州布朗伯勒的 Teledyne CML 复合材料公司。该公司负责部分 F-35的制造工作。抗议者是爬上大楼，在屋顶凿洞，并且在外部喷洒红漆，象征着加沙的流血事件。这是该组织针对以色列军队抗议活动中的最新一次。据活动人士称， Teledyne 生产的 F-35被用于提供给以色列，并在其对加沙的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报道， Teledyne 的一位高级经理表示，清洁室的损坏可能导致生产中断长达12个月。这并不是巴勒斯坦行动组织第一次针对该公司采取行动。早在今年7月，活动人士曾开着一辆面包车冲进工厂大门，并在建筑物上喷洒了红色油漆。而在4月，该组织攻击了另一座工厂，导致相关军用电子产品的生产暂停。巴勒斯坦行动发誓要继续针对参与向以色列出口军事装备的公司，而相关公司则坚称他们在严格遵守国际法律法规。英国国防杂志认为，随着此类抗议活动的持续进行，凸显了关于合法抗议和对企业运营造成干扰之间的平衡问题的持续辩论。澳大利亚在10月23号宣布，将斥资47亿美元从美国购买 SM-2 和 SM-6 导弹。这笔交易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军事进口采购之一。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帕特·康罗伊本周表示，两国政府在今年春天完成了这项交易，并在周二公布了该协议。康罗伊拒绝透露具体的交付数量或者时间表，但确认这笔资金将持续10年。康罗伊在访问华盛顿时接受采访表示，我们强烈认为我们既需要升级防空能力，又需要增加我们持有的导弹数量。导弹防御是澳大利亚今年4月份发布的2024年防御战略中的首要优先事项之一。该战略中，政府承诺将其主要军舰数量增加1倍，并建立自己的更坚固的国防工业，以应对与亚洲崛起的印度、韩国等大国的竞争。5月，堪培拉公布了国防预算，承诺为其军队投入创纪录的370亿美元，略高于 GDP 的2%。政府的目标是到2033至2034年达到 GDP 的2.3%，目前约为670亿美元。这次购买的 SM 或标准导弹 Block 3C 和 SM-6将帮助澳大利亚抵御先进的导弹攻击，其中 SM-6还能提供反舰能力。这2种导弹由美国导弹公司雷神公司生产，分别具有中射程和远程射程。今年8月，澳大利亚成为美国以外第一个从军舰上发射 SM-6的国家。当时悉尼号在夏威夷附近的一次军事演习中成功击中目标。五角大楼拟议的2025财年预算要求将其中的125枚导弹用于自己的库存。在华盛顿期间，康罗伊会见了国防部副部长以及美国陆军、海军、空军的负责人，讨论了2个国防工业之间的合作，以及澳大利亚和美国、英国之间的 AUKUS 协议的进展。该协议旨在共享核动力潜艇和先进技术。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